西方眼中的俄乌冲突谈判前景，普京真想要的，西方可能永远不会给。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将近9个月时间，交战双方基本上保持战线稳定，消耗战开始升级为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自杀式无人艇进行的远程迫击战。当下乌军还看不到全面击败俄罗斯的希望，再加上俄罗斯已经并入了乌克兰4个州，泽连斯基呢又拒绝与普京进行谈判，双方似乎进入了一个死胡同。但是由于这场冲突还带来了全球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持续破坏了欧洲和美国的经济景气，再加上美英等国因为财政问题和政党变化存在着减少对乌援助的动力，而西欧国家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并不积极，所以西方学者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直接由西方大国与俄罗斯展开谈判，通过精心设计再加上一点点运气，俄乌冲突似乎还有一线缓和的可能。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教授罗恩认为，随着共和党议员开始呼吁西方与普京直接会谈，现在或许是考虑此类会谈的好时机。一方面，俄罗斯存在着与西方缓和关系、减少在乌克兰军事行动损失的需要；另一方面，西方也在担心俄乌冲突走向核升级冲突的可能。而且，西方多国面临的财政困难将限制对乌克兰的长期援助，但是反对和谈者也有充分的理由。第一，与俄罗斯进行对话，有可能会鼓励其核边缘政策；第二，必须强有力地应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境内存在的情况；第三，更悲观的观点认为，普京的最终目标是将乌克兰并入俄罗斯，任何谈判都将不可避免地失败。当然，西方直接与俄罗斯谈判也会被认为有出卖乌克兰的意图，这会对西方价值观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目前真正能够推动西方与俄罗斯会谈的是拜登，但是他表示出要尊重乌克兰的意愿。在即将进行的 G20 峰会期间，拜登直接拒绝了与普京会面的可能，这也让俄乌冲突缓和的期望落空。西方领导人如果都采取麦凯恩的强硬路线，那么俄乌冲突将会持续多年。然而，如果西方国家想要一个尽快结束痛苦的结果，那么不可避免的就要面对与俄罗斯和谈的问题。那么，在西方与俄罗斯接触对话的过程中，就必须面对引发这场战争的根源性问题：俄罗斯为什么不能接受其在冷战后被削弱的地位？西方国家能不能给俄罗斯一个合理的地位？比如，普京在谈到并入乌克兰4个州时，主要谈到的不是乌克兰，而是西方一系列不当行为。他认为北约这个集团太强大，不值得信任。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俄乌冲突最终的解决仍然要以西方参与为基本条件，而不是俄乌双方直接谈判。所以，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点在于双方相互倾听对方的价值观，可以寻求发布一份涉及相互尊重的非正式声明。说白了，西方必须就俄乌冲突给普京一个面子，以满足俄罗斯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和一个得到西方国家尊重的地位。当地时间10月30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领导层已经准备好与西方对话。那么，普京想要的结果，西方有可能给吗？答案是不可能。需要西方国家认可俄军在乌克兰行动的合理性，这将直接挑战西方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和价值观。你也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要先向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服软。但是欧盟和北约不可能认同乌克兰4州并入俄罗斯，也不会认可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更不会尊重普京基于使用武力获得国际地位的可能。俄乌冲突的本质是代理人战争，而且是西方与俄罗斯在国际秩序和价值观方面的一个较量，所以俄罗斯不会认输。
西方也不会认输。最后，要到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国力被消耗到一方支持不下去为止。在战争潜力方面，俄罗斯只动员了1轮，而乌克兰已经动员了7轮，谁会先扛不住，基本上是一目了然。如果乌克兰自己认输了，对西方来说是一个不那么体面的结局，但似乎还是能接受的。这好过西方国家直接与俄罗斯谈判，出卖乌克兰。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